第2杯酒是感谢你们救出傅贤，救出松儿，使我们屈家从此摆脱了大长公主的桎梏。松儿，你一定要好好的感谢一下裴长史和库迪夫人，他们是咱们屈家的大恩人呐。啊，松儿。 谢谢裴长史，谢谢库迪夫人。小公子有礼了。玉郎，哎，景娘，哎，你们也当要好好的谢谢裴长史夫妇啊。我跟琉璃早已情同姐妹，说谢就见外了。但我还是要谢谢您。 谢谢你冒着生命危险救了嫂嫂和松儿。哎呦，走喽！来，坐这儿。守约，谢谢你。司马，客气了。 都护，司马，哎，请恕守约僭越。这杯酒，我们夫妇想进王明府。王明府，感谢那一夜你出手相救，若没有你，就解不了我们夫妇西周之困。 若没有你，我们2人也无法安身于此。王明府，你是我和守约的恩人，琉璃敬王明府。徐梦，你曾经是我妹夫，才是我兄弟。从今日起，你是我兄弟，才是我妹夫。 是你救了我屈家，是你救了我儿子，也是你救了长史夫妇，为我们西周的百姓留了一位好官。这杯酒，我和长史夫妇一同敬你。喝了吧。 喝了吧，那么多人都在敬你，还在那儿装。没有你，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到我的外孙儿呢。岳父大人，我今天，我干了。哎，好。玉郎，阿兄，我干了。长史大人，库迪夫人，从前都有多罪，我干了。姨娘，我干了。君梦，你少喝点儿。 小公子，我们喝一杯吧。哎，你给我坐下。哎，来，让咱们大家共同举杯，感谢裴长史夫妇。来，敬长史夫妇。来，让一让，小玩意儿，看眼看了啊！郎君，安家三娘求见。
请他进来。阿紫，这屋里又没有外人，又何必多礼呢？快请。此次前来呢，是有要事要跟长史回禀。筹集到这么多粮草，真是多亏了阿紫。果然瞒不过长史。这半个月以来呢，从各县乡赶来的商贾大户甚多，给我等可是省了不少气力。今年的天时颇好，西周各县的收成也都不错，从敦煌、龟兹等地都传来了好消息。如今10万担的粮食也都已谈妥，入仓的也有5万多担，剩下的4万多担估计月底便会陆续运来，草料也收集了大半。太好了。只是各家的粮仓都快装满了，若再有粮草送来，恐怕装不下了。不知何时可以动用官仓？半个月后开仓收粮，军仓收粮之时，便支付各行商1半的钱款，另外1半等行商们把粮草运到军仓，凭军仓的收条印章领取。这做商贾的最怕的就是积压货款，而且像这样大量的购买粮草，所用的钱帛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若真的能够在半个月后如约得到1半的钱款，那压力会小很多。阿紫真是心思细密之人，这么多详细事务都安排得井井有条，真是多亏了阿紫。哪里的话，这本来就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安家在西周固然颇有根基，但我毕竟只来过2次。此次呢，西周的商贾大户基本都参与了进去。这次的事情虽然有繁难之处，但只要用心安排，我觉得安家在行商中的地位自然会水涨船高的。郎君，屈司马请您过府一趟，说是葱山道的行军总管苏将军派了一位参军过来。苏将军的人来的可真够快的。此苏将军，非彼苏将军。裴长史，你来晚了，该罚哟。都护，司马。守约，没想到这么快，我们又见面。哟，原来是子玉兄，真是意外之喜啊！子玉兄随苏将军到了伊州。我们父子如今发配伊州，不都是拜你所赐？正是，不成想皇恩浩荡，准我在父亲麾下任职。家父如今是葱山道行军总管，我此次前来是督察西周军备一事，怕要烦扰守约几日了。求之不得。西周的钱粮赋税之事，问守约便是，这些都是交给守约掌管的。我是什么都不清楚，不过若你想知道哪里的酒最纯，何处歌舞最艳，倒是可以问我。你们聊吧。适才玉郎说起不知钱粮几何，我还当不过是他自谦之人，却没想到裴行俭居然真的有手段架空了屈氏父子。守约，我们先谈公事，再论私议。好。不知此次西周为大军准备了多少粮草啊？备了5万担的粟米，1万车草料和谷料，月底就能备齐。待大军一到，立刻就能运到军仓。守约莫不是在说笑？西周人口有近4万，怎才备了5万担粟米？伊州人口尚不足1万，还备了2万多担。大军西征乃是国之重事，守约切莫以此开玩笑，当成儿戏。子玉兄有所不知啊，这伊州是地广人稀，西周当真是人多地少。这2个月呀，我一直在头疼，高价收粮，动用行商，种种的法子都试过了。当初呢，也是照着10万担备的，可是现在只有5万担的把握，再加上下收的租子和粮仓的存粮，
大约也就在6万担光金。实不相瞒，在下也知此事困难，只是此次大军有10万之众。程大总管前几日刚给家父下了军令，大军抵达之前，西庭1、3州须以每口3担之数备齐军粮。若有违者，必是军法论处。每户3担。那就是12万担啊！守约也切莫着急，家父知我与守约有旧，所以特派我驻守约，一臂之力。苏某此次前来，奉命率领300精兵随行，待米粮入仓若有短缺，我便派兵入乡征粮。苏公子，行检定竭尽所能交上粟米。可是这12万担，的确超出了西州百姓的负荷。守约果然是菩萨心肠，苏某佩服。只是这军令如山，哪有半分商量的余地啊？守约尽管用心收粮，若能如数交上，自然是最好。若有所短缺，那苏某就算是背个骂名，也必不会坐视程总管将你军法处置。子玉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能否再容我些时日？这大军马上要到了，纵使我想帮守约拖上几日，但军法无情，守约可莫要存侥幸之想啊！禀都护，梅子浆已备好。哦，备好了，好。既然长史和苏公子的正事已经谈完了，那咱们一块儿去尝尝这柳中县的梅子浆吧。去都护，下官先去吩咐下属四处催粮草。子玉，我先告辞了。待有暇时，我定然请您好好喝一顿。守约果然是勤于政事，苏某佩服。看来这裴长史是太忙了。子玉，咱们一块儿去尝尝啊！走，走走走。12万担，岂有此理！此次我们这些人在西周收的10万担粮米，已经是各出神通了。若要再收集2万出来，也不是收不出来。只是现在要是从外地运的话，收是能收一些，但时日太短，一则钱帛花费太多，二则也是有些冒险。阿紫，先听我说。我也知道，在西周本地收粮，那是最便宜，也是风险最小的。但是，如今除了那些富户外，西周人家没有太多的粮食，要收，也只能强收。我算了算，西周各处的粮仓余粮几千担，加上织田、宫田所出，勉强能凑上1万担。但剩下这1万担，阿紫可是有法子。其实，我们这次实收的粮米有11万担。此话怎讲？你也知道，这军仓的规矩大，这遇到不好说话的，给你克扣个2成也是有的。我们也是没办法，所以在收的时候便留了一些余料。好在今年的粮价比往年高了2成，所以那些农户们也就没有计较。若九郎真的有把握在入仓的时候能够做到公平计量，只怕这11万担也尚能有余啊。12万担军粮，这远远超出了西周百姓的负荷。苏南锦说的“派兵入乡征粮”，这6个字背后的意义是何其的残酷啊！此事关乎着西周子民，咱们屈家
绝不能袖手旁观。12万担的所差之数，我尽力从宫田补上，并先暂停我们西周官员的米路。其余的，想办法从周边各地收购吧。有事？听说那位葱山道行军总管苏海正，派了他儿子苏南锦前来西周督粮。那他可有在征粮一事上难为了你？以苏南锦心胸狭隘、手段狠毒的个性，当然是在征粮的数目上狮子大开口了。也是，当时在凉州，苏南锦本以为人不知鬼不觉地将长史夫人库迪氏给杀了，可如今我却好端端地活着，而且他上奏弹劾你的折子，定然得罪了圣人，苏家父子因此吃了苦头。他就算是再笨，又怎么会不明白是中了你的圈套？这次他来西周，仇人见面，他自然是不会放过我们的。凉州之事，是他作恶在先，咎由自取。这次他想在西征上公报私仇，那也要看他们父子有没有这个本事了。征粮一事上，你可有了应对之法？你放心吧，我自有主张。倒是你，那苏南锦已恨透了你。如今他在西周，虽然你们碰上的几率很小，但是你要多多小心。我也会对他多加提防的。别担心了。守约，守约，真是巧啊！你们也来大佛寺？啊，夫人偶然有感于心，说想来参拜一番。啊，原来是库迪夫人想来拜佛。啊，我也是来拜佛的。哎，觉玄法师来了。阿弥陀佛，法师。长史和都护今日联袂而来，善哉善哉。来，请。好，请。我最近来大佛寺上香，却再未见过铜佛流泪的神迹了。我也是，希望见一次铜佛流泪流汗的神迹，可多次来上香都未能如愿，难道是我的心意还不够诚吗？这铜佛不再流泪，自是因为我大唐国泰民安，西周风调雨顺，铜佛不用再怜悯世人了，自然就不用再流泪了。此言有理。我佛慈眼视众生，如今西周平安，众生喜乐，铜佛自不会有流泪的道理啊。但愿神佛从此不再流泪，但愿西周的百姓安居乐业，大唐国泰民安。我佛慈悲，心间恳求佛祖护佑我西周百姓。法师的茶是极好的，行简今日叨扰一杯，不知会不会打扰？求之不得。那我也借长史的光，向法师讨杯茶喝。好，都护请，长史请，请，夫人请。
觉玄法师，心简此次前来，实乃有事相求。法师当也知晓，如今西周便有一场莫测的危机。不知大佛寺可愿慈悲为怀，出钱出力，为西周的子民做下这场善事？裴长史，你手握着铜佛流泪的秘密，可是想以此为要挟，逼迫大佛寺代缴军粮啊？阿弥陀佛，老衲谢谢都护的袒护。老衲相信，裴长史若是以铜佛的秘密相要挟，刚才就不会故意引导舆论，打消信众们对神佛流泪的期待了。法师明鉴。法师若想知道铜像流泪的秘密，行简定将毫无保留地相告。法师想知道秘密并不难，难的是知道以后该如何自处。出家人不打诳语，更何况是像法师这样德高望重的高僧。法师知道后，若是对信众讲出铜佛流泪的秘密，就会毁了佛寺在信众心中的神圣。法师若想保住大佛寺的神圣，就必须对信众撒谎。这种两难的境地，不知法师可有想过何解？阿弥陀佛，不知不识，不闻不问，就让铜佛流泪的秘密就此归隐大佛寺，再不重现，才是大智慧。老衲在此谢过长史夫妇的良苦用心。长史夫妇果然是有大智慧啊！只是佛门境地固然是以慈悲为怀，然则这钱粮之事乃是我等朝廷命官分内之责，焉能推诿于方外之人？长史为民筹划，一片苦心，我也是佩服得紧。只是今日之事，的确太过唐突了。法师放心，此等官府之事，我屈家必然一力承担，既不叫西周子民不安，亦不会打扰到佛门清净。阿弥陀佛，谢谢都护的盛情，也谢过都护和屈家的担当。然军粮之事，事关西周数万百姓，我佛慈悲，大佛寺也应有大佛寺的担当。这半个月来，信众们捐的功德已有4万多名，本寺愿捐作军粮之责。行简替西周百姓谢过法师。大佛寺受西周信众供奉多年，本该如此，都护就不必多虑了。裴行简向觉玄法师直言相求，望大佛寺出手，解粮草之难题。觉玄法师竟一口答应，还铁了心的要捐。阿爷还是去大佛寺了。我知我不该去，可是我这心里，为父错
蹉跎半生，论雄才伟略，远不及你祖父；论风采人望，也远不及你伯父。唯一会的，就只不过是知道如何去输。总是输，我这心里头……阿爷，其实您不怕输，阿爷只是怕世人觉得我们屈家竟然沦落到一个事事都要仰仗外人的地步，对吗？阿爷，其实玉郎以为，到如今我们屈家最大的成就，不是祖父的雄才大略，也不是伯父的风采人望，而是阿爷您，因为您知道何时该输了。当年高昌降唐，不就是为了百姓免受战乱之苦吗？而且阿爷也知道如何去输，这样就可以让我们西周，让我们屈家不会因为那些粮草饱受苏参军的搓磨了。而我就是因为没有学会阿爷的书，才让阿爷之前为我操碎了心，让阿爷为我做了那么多不该做的事。阿爷，我知道这些年您为了西周，为了我，一直在委屈您自己。只要为了西周的百姓好，只要为了玉郎你好，我受这点委屈，算不了什么，算不了什么。不用。好啊，那您就为了西周，为了我，同心协力，与那裴长史、裴守约同进退，共患难。都护，苏参军求见。走，咱们看看去。苏公子，见过都护。哎，这几日，小儿若是有照顾不周之处，还请见谅啊。里面请。屈都护且慢。我们长话短说，适才裴长史遣人来知会我，说是军粮已然备齐，明日便可入仓，邀我前去督察并接手粮仓一事。不知道此事可是都护的意思？是这样的，裴长史呢是负责西周的钱粮，他既然说已然备齐，哎，那就是一定是备齐了。想来一事不劳二主，劳烦公子这一趟，是为了日后避免再入一次军仓的繁琐啊。屈都护竟是不知道此事。让公子见笑了。长史谨慎勤勉，做事历来妥当，我便
也多了个懒儿。既然如此，子瑜心中便是有数了。这便告退。我送公子。这裴守约近日也不知道用了何种手段，既能让西周这帮行商们鞍前马后为他筹集粮草，想必他明日让我去啊，那定然是胸有成竹了。殊不知，这筹集粮草一事啊，可并非是一日之功啊。子玉的意思是，玉郎，明日可愿去看场好戏？哦，明日不巧，明日有公务在身。也罢，你在此等消息便是。撤！撤！撤！这苏公子倒是个胆大手黑的，看来我听到的消息没错，他们想从分量上做手脚，克扣2成。你要作何打算？阿爷，我想与守约知会一下。好。二郎，好久不见，一向刚好。把手，在这儿了啊，怎么回事？使劲。还差2成，再添。怎么回事？怎会如此？这一担明明是一担之数，只会有多，怎会有少？好大的胆子！尔等奸商竟敢偷奸耍滑，糊弄军仓，当真是不想活了。来人，在，将他给我拖下去，狠狠打20军棍。是。你说谁是奸商？我乃大唐武七卫，谁敢动我？使不得呀，苏公子，这张二郎并非商家，乃是西周大户出身，早年因为军功封了勋官，这万不可轻易上刑啊！下去。你既是大唐官吏，自当遵从大唐律法。这军粮一事可是能做得了手脚。你若再这般喧哗闹事，耽误军粮入仓，即便苏某容得下你，军法也容你不得。还不速速退下！教完这4虎，剩下的都给我拉回去。二郎莫怒，我等与二郎共进退。我等与二郎共进退。这位张七卫胆子比我想的还大。若是今日让这些人把米粮又拉走，开仓收粮岂不是成了一桩笑话？这第一个打的便是我的脸。来人！不准走！苏公子，使不得呀，苏公子！今日收粮乃是军务，
耽误军粮入仓者，休怪苏某以军法论处。子玉兄，何事如此热闹？裴长史，守约，你今日怎的来迟了？子玉兄，刑检今日去处置粮草的钱帛之事，来迟了一步，还请见谅。请，请。守约，你们西周的这些商贾和勋官们胆子倒是大得很。我用军仓的官壶收粮，他们竟然嫌太大，不肯交粮，真都当成自家的后院了，是吧？对于这些藐视军法之人，裴长史觉得应该如何处置是好啊？藐视军法？卑职见过长史。长史明鉴，我等怎敢藐视军法？只是这明明良好的1担米还要多些，在交粮的时候却生生少了2成，真不知道这粮该如何交啊！是啊，收粮之事，多谢张骑尉鼎力相助。骑尉放心，这胡斗之物，乃朝廷定制，若有人故意增减，按律当以盗论；若有人监管不力，亦当论罪。苏公子又岂会知法而犯法？守约有所不知，此次收粮的官壶都是苏某从军仓中带出来的，历来也为军仓所用。这些无知刁民竟然横加指责，苏某军命在身，不得不从严处置。军粮关乎军心，乱我军心者杀无赦。若张骑尉执意要尝一尝军法的话，那苏某也只得成全于你了。公子说的好没道理，这所谓军粮是军仓入库之粮，这里所有的粮车都是我等自愿购买而来的。军中既未付钱帛，亦未立契约，怎么就成军粮了？若是看见粮草便要应收，那这是收粮还是抢粮啊？正是，我这勋官是战场上一刀一枪杀出来的，这粮草是自家地里种出来的。这粮食是交予军仓还是留作自用，我自己还做不了主吗？倒是这官壶到底是大是小，送到长安金部一验便知。我还就不信了，天下这么大，就没有一个地方能辨不明这个理。子玉，这一个7品的勋官，若是没有十足的罪证，还真不是轻易能打能杀的。将这个狂言惑众的给我抓下去。是。且慢。守约是要护着他吗？正是。裴长史真不错呀。是啊，能为咱们说话呀。那大军到时，粮草未备之责也请守约一并领了。子玉所言差矣。正因不能大军到时粮草未备，所以更不能打杀这些行商。你想想，如今这教场中的粮草不足军粮的1成，打杀了行商容易，但剩下的粮草，子玉要上哪儿找去？若是因为此事耽误了收粮，刑检自然是罪该万死。但是子玉怕是也在则难逃啊。那守约宁肯缺斤短两也要护着他们，那我自然是不好拦着。这收粮一事我也不敢多问，只能等到大军到时，我们再行理论。收粮事大，的确不能耽误半点。为今之计，只有让行商们交得心甘情愿，这军粮也绝对不能短了斤两。唯有如此，我们俩才能交了这差事。裴长史是有妙计？妙计倒是没有，只是我突然想起来，今日收粮，本不该是你我，
这原本应当收粮之人一到，别说是这些商贾了，就算放眼西周，也绝对没有一个人敢缺斤短两。不知守约说的是何人呢？时辰差不多了，应该就要到了。子玉稍后。春来执笔画思念，挥青写的红梅叶。池塘边，柳树旁，满江诗一书从前。匆匆老去那些年，愿有月宿南园，我妻相思谁解弦？长亭外，小桥边，明月下，别窗前，几经风雨诉缠绵。似沧海一桑田，春秋又望溯流年。花凋谢笔生寒，青春逝去别少年。寒雪天际上月，却醉寒窗一灯闲。我明月有阑珊，人尽窗寒笔有雪。愿有月宿南园，我妻相思谁解弦？长亭外，小桥边，明月下，别窗前，几经风